体微朝向于右斜前方45度。好，来，没事啊，同学们，来老师直播间里，老师带着大家去做咱们的这个拳，好不好？好，注意看，右手由拳变掌，重心右移，身体微向右转，两手接手，右手合于右膝上方，左手合于身前中线。好，第二，坐胯摆脚，脚尖外摆，同时移动重心，坐胯下沉。好，腰向左转，对拉开右步，保持身法稳定。好，重心到右腿，重心在左腿以后，来当走后弧，重心右移，两手向左捋，双手向上捧，身向右转，保持右胯相合，轻点左脚，按掌外捧，眼看远方，双手自然下按，按于右膝上方两侧。来，从咱们的背面再看一次啊，沿手拱拳，坐胯摆脚，来走。第一，重心右移，腰向右转，两手由拳变掌，左手合在中线，右手合在右膝上方。好，二，坐胯摆脚，身向左转，左移重心时，将左脚左胯尽可能的向外摆，提右膝，顺势向右开步。好，开完右步，重心右移，两手向左去捋，移动至右腿，腰向右转，两手相合。好，跟左步，双手放松，下按掌，六风四臂。好，再看一下背面的动作啊，沿手攻拳，保持身法稳定。这里把那个左的拉一下，来，一，右移重心，两手接手。好，二，坐胯摆脚，腰向左转，领膝上步，开步对拉，重心左移，两手上捋，身法右转，跟左脚，按掌放松下沉，六风四臂。好，同学们，那这个动作当中呢，大家从正面背面一看，哟，老师学过了动作，这学起来肯定可简单。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啊，我们同学们在练功的过程当中，最容易伤到的是哪个位置？膝关节。很多同学在练习太极拳的过程当中是不会通过腰胯的开合来进行摆脚和步伐的运动的。好，这里呢，老师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啊。首先第一点，转身那看明白是不是？好，一会儿老师跟你呢不同的方向去做，大家看啊。来，跟着老师一起摆上我们沿手拱拳的动作，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沿手拱拳，右拳在身体的右斜前方45度，左脚在左斜前方45度，保持身体的这种直角交叉。好，第一步咱们先做重心移动，来，两手由拳变掌，重心右移，移动重心到位之后，转腰，两手向外捧掌。左手合于中线，右手合于右膝上方，不要过度向后去捋掌。来，二，臀胯下沉，将你的两胯进行一个上下的放松下落，同时摆左脚脚尖。这个时候很多人遇到了一个问题，说老师啊，这个摆左脚我摆不上，我老是一上右步的时候左膝可掰得慌，特别难受。有没有这种情况？来，同学们，有了给老师打上一个字儿，有。咱们先解决，通过咱们的第二环节动作细节上面的这个细节点，让大家去改变和解决咱们左膝掰膝盖的问题。来，同学们啊，我们教大家一个小基本功，就是关于腰胯的运行基本功。来，我们两脚保持一个自然打开的步伐，跟着老师的教学引导，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到摆脚角度增加的这个技巧啊！你看，同学们，咱们呢保持一个臀胯后坐的状态，你把你的左脚脚尖向外去摆，摆到你摆不动为止。摆不动之后，同学们看着老师的身体啊，来往下坐。看看通过你往下坐的过程当中，你的左脚是不是能够往外摆得更多，甚至超过90度。好，这个时候在上步你会发现身体的上部会变得很轻松。来，再来一次啊，同学们，这是一个基本功当中的技巧，但是很多同学在练拳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练过基本功的。这个动作叫做坐胯摆脚。来，同学们把这4个字打在公屏上，坐胯摆脚，这是我们每一个练太极拳的同学必须得要学会的东西。坐胯摆脚，坐是下坐的坐，胯是腰胯的胯，摆是摆动的摆，脚是脚尖的脚。来，同学们啊，我们跟着老师再来做啊，随便扎一个步子，保持臀胯后坐，保持像坐高板凳一样，直接摆你的左脚摆不动啊，高低不变的话摆不动为止。随后摆不动的左脚让你的腰胯向下去坐，
想象这个板凳越坐越低，看看我们的左脚和左胯是不是能摆得更多。如果能了，给老师打上一个字儿能啊，能了给老师打上一个字儿能。这个时候你坐下来，好，直接上右步，你会发现右脚会很轻松。非常之轻松，来，同学们做到了，给老师打上2个字，做到啊！来，再来一次啊！不管是新同学还是老同学，来咱们直播间，你都能学到东西。尤其是小白，最需要学习的一定是我们在基本功当中的易错点。你想练拳不伤膝盖，你想练拳保护膝盖，想要练拳让膝盖越来越好的，必须要学会把功法做好，好不好？来，同学们啊，来，再来一次啊！做一个马步后坐下沉的动作，直接摆你的左脚。当你左脚摆不动以后，把你的身体放松下沉，让你的腰胯不，来看啊，同学们，老师正面给你看啊。来，重心现在的右腿，好不好？来，摆你的左脚摆不动了，现在到这儿摆不动了，看老师的身体，坐。你会发现，当你坐下来的时候，你的左胯跟你的左膝能够带动你的左脚多向外摆15度到30度的距离。来，同学们，能做到了，给老师打上2个字，做到。看看你平常练拳的时候，转身有没有应用到这个基本功，这就叫做坐胯摆脚。所以，同学们，我们在坐胯摆脚的过程当中，一是为了什么？一是为了让你的两脚的脚下的根能够更加的向地面扎实，这是第一点。第二，当我们往下坐的过程当中，你的两胯能够向外打得更开，你的2个髋关节可以随着身体的下沉，像青蛙趴一样，把你的胯内侧舒展得更加的延长啊。这个时候你再去上步，你会发现膝盖跟脚尖都不难受，唯一一个感觉是啥？就是腿累。你看，大家都问这个问题，老师往哪边坐？往下边坐，没有左边，没有右边，只有一个下边。能听明白吗？同学们看啊，你说老师往哪边坐？你往左边，你看重心现在是在右腿是吧？咱们要摆脚上步，上右脚，是不是？好，你往左边坐，掰左膝，跪右膝；你往右边坐，跪右膝，掰左膝。只能往哪坐？往下坐，因为往下坐的时候，你的腰胯是在你的脚上形成了一个脚下生根的状态。这个时候根扎得越深，你的虚脚就能做的动作就越多，而且不跪膝不掰膝。大家可以试一试，是不是能够感受到你越下沉，腰胯向外摆的角度就越大？来试了，给老师打上一个试。这就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的说法。只需要你做一个下，哪都不要做，什么往左做，没有那么多的，就是一个往下做，一做脚下有根了，想怎么摆怎么摆，直接就上去。但是膝盖不受伤了，膝盖不累了，但是哪累？咱腿累，是吧，同学们？所以为什么总说基本功很重要？基本功盘的就是我们的腿，一是腿，二是什么？二是我们的劲儿。腿上有劲儿了，那你的腰胯自然就能够通过什么螺旋向外打开，或者螺旋进行上步，这就很简单了，是不是，同学们？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记明白。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咱不能光有摆脚的动作呀，是不是？腿酸很正常啊，表扬腿酸的同学们。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说老师啊，那我上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这个左膝还是会往里看，老师啊，老师，那我上步我的这个左膝还是会往里跪一下，咋办呀？同学们，老师跟大家说一个小细节啊，上步的时候还记不记咱们当时教大家如何做好提膝开步？太极拳想要做好提膝开步的技巧是什么？一定要用到腰和胯。要用转腰的形式把你的腿从地上拿起来。你看同学们，这个时候咱们做，看同学们，咱直接正面给大家演示啊。你现在坐胯摆脚，脚尖摆的角度很宽，但是很多同学说，老师，那我脚摆到位了，我上右步的时候，我的这个膝盖还是会往里跪，为啥会往里跪？是不是因为同学们，你一蹬右脚以后，右脚的劲儿直接就往左膝的内侧去走了？所以同学们，咱们上右步呀，不要去蹬地，干什么？轻轻点右脚，腰向左转。同学们，再试一下啊！你说老师，咱们这么多上步的动作，到底是怎么通过脚的步伐来变化？主宰于腰，就这一句话。腰向左转的时候，把你的右膝顺势螺旋一提，啪开步。你看看你的膝盖还跪不跪了？所以同学们，老师跟大家讲解的核心是啥？不要总想着说我去模仿老师的动作，老师这样一蹬地上步了，右脚落到地上了。但是咱们这儿跟大家强调的是啥？你上步如果不用腰，
光靠蹬腿，大家可以试一下啊，大家可以试一下，你光靠蹬腿，你的左膝会直接将右腿蹬地的力量顶到左膝内侧，对不对？但是咱们在移动重心的重心刚一到位，腰直接就跟上，转腰提膝，你的左胯是不是一瞬间合到一块儿了？来，同学们看老师背后啊，来走，坐胯摆脚，重心在左移的过程当中，左胯左脚脚尖不断朝外摆，这时候脚尖都到位了，那身法肯定不能往前顶，而是靠什么？螺旋开步。同学们，晚上好啊，大侠，看到了没有？这个时候，你再通过螺旋的方法提膝开步，左膝会不会往里跪？为啥不会跪？同学们，咱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很多次，膝关节之所以会内扣，是因为膝关节的内侧突然来了一个向内去推你的力，但是你的腰在螺旋的过程当中，左胯的向内相合会怎么样？会防止你的膝盖有一个向里扣的力量，而是通过腰转直接抵消掉你膝关节容易内扣的劲儿。腰一转，胯一合十，胯一合十，咱们的身法立身中正，螺旋开步。同学们这儿啊，助理把左字拉一下。你看老师的头顶啊，六风四臂，动作外形，动作细。咱们今天讲的是重复的动作，严守拱拳接六风，已经到第2段了啊，老家一路第2段。如果同学们前面没有听到的同学们，这样啊，刚才老师给大家讲了这2个知识点，大家先消化一下，然后老师给咱们新来的同学们，先给大家去说一下。如果你是刚来的同学们，老师跟大家说啊，咱们屏幕左上角老师头像的右边有一个关注，你把关注点上，然后呢加上一个粉丝灯牌，怎么加？同学们看到啊，有没有清楚？如何做到正确的摆脚不伤膝？如何做到转腰上步的时候把左胯合在一起，然后让左膝稳定？来，清晰的打上2个字：清晰。那咱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讲解咱们下一个知识点啊。咱们今天晚上呢会有很多的知识点，让大家就是觉得，哎呦，老师啊，知识点太多了，有点消化不了。咱们直播间就是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啊，因为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知识点非常密集，希望就让大家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学到无限的知识啊，无限的知识。来，同学们，看着老师啊，咱们把刚才的这个坐胯摆脚的这个动作给大家再复习一遍。严守拱拳，身体朝向于右斜前方，左脚在左斜前方45度，来，重心右移，腰向右转，两手由拳变掌相接于左手合中线，右手合于右膝。好，来，坐胯摆脚，注意看，当胯向下落的时候，把左胯左膝向左边催出来。左脚摆动的过程当中，同学们上右步，如果你直接蹬右腿，非常容易跪左膝。看到这个动作了没有？容易跪左膝啊！怎么去上右步？将你的意识和意念集中在你的腰上，腰向左转，哪怕这个时候咱没有做驴掌，同学们架臂转腰，来，左转腰提右膝。好，开右步。只要你腰能转，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右腿领起来的过程当中，来观察老师的左膝盖啊，来走啊，坐胯摆脚，腰向左转，走，开步，左膝稳不稳？来，同学们，稳了打上一个字稳。所以这个过程当中2个知识点给大家刻到脑子里啊，第一个，腰为带动右腿的核心，腰向左转，领右膝上提，稳住你的左胯，让左胯、左膝、左脚和身体的上半身形成一个整体，来形成我们的坐胯摆脚上右步。来，同学们，稳了，给老师打上一个字稳，好不好？那么老师的2个知识点就给大家说到位了啊。那么接下来咱们还有更多的知识点，就比如说咱们六风四臂，同学们，两手在和身法相互配合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到正确的画圆相合按掌啊？同学们来喝口水，大家帮老师点点小赞啊！2个知识点教完大家以后，大家帮老师把小赞点到咱们的4万吧。咱们开始往后边走，第3个知识点，知识点很多，大家能录屏了录屏，大家能截图了截图，好不好？欢迎映山红啊！来晚的同学们先进老师的粉丝群里面去领取咱们的直播回放，咱们知识点太多了啊，亲爱的，来，核心点就一个，以腰为轴，以腰为轴，坐胯摆脚啊！哎呦，喝水急了，来，跟上老师。第3个知识点，在我们练功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看同学们，咱们把动作通过刚才2个知识点给大家重复出来啊。严守弓拳，好，动作1，重心右移，松右胯，身向右转，两手接手捧于身体右侧前方。
左手在中线，右手在右膝。好，来2，坐胯摆脚，双手下捋，在左移重心的同时，注意看，同学们，重心到位，将力量起于地，行于腿，主宰于腰，发于四梢。看到了没有，同学们？大家在上步的时候都是一上步，棒，像砸坑一样，甚至掰左膝盖，对不对？在老师这儿学会了坐胯摆脚和转腰提膝，你的步子非常稳定，对拉非常明显，劲力非常充分。所以这里呢，2个知识点一学会，那我们接下来往第3个知识点走，怎么去开步？来，同学们，老师问问大家，提膝站不稳的同学们，来给老师扣一个1。谁平常提腿开步来回乱晃的，一开步向下砸坑的，当，包括一落脚以后身体整个往一边栽的，包括落地以后脚后跟落地疼的，来都跟老师扣一个小1啊！咱们通过今天晚上这个直播，通过咱们重复的动作，给大家去讲不同的知识点，讲不同的基本功啊。跟上面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双腿掌的感觉是相似的，但是它们是不一样的啊，同学们。吉祥觉得，哎呀，同学们呀。有时候老师讲太极拳的时候，你们可注意听；讲这些给你们福利的时候，你们永远都不注意听。来，同学们，再说最后一遍啊，把福利再说最后一遍。如果还领不着的话，那就只当可惜了啊，那就领不着了。好话不说第2遍啊，来，同学们，第一，咱们屏幕左上角有老师的头像，头像右边你没有点关注了，它就有一个关注按钮，点上关注，这不得点得高高的呀？来，同学们，老师喝口水啊，喝口水。然后我说当走后，哎，好，没有问题啊，同学们，咱们老师把今天6风4臂给大家讲完了，我就给你去讲当走后弧的技巧，好不好？咱们直播间是一个专门为咱们的老架一路精讲，老师能说与双对手有区别吗？方向不一样，力点不一样，重心不一样，是不是同学们？老师我都没跟你乐乐，我其实想夸你2句，但是我又夸不出来，你没跟，我觉得可遗憾了。来，同学们，点小赞，点赞到6万。老师喝口水。看到大家都能学会，老师今天的水都格外的清甜啊。来，那么咱们继续往后啊，你说，咱们既然能够想到螺旋开步、螺旋收步，那最后我们在进行按掌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是什么？也是螺旋。刚才有个同学说，老师能不能给我讲讲当走后弧？没有问题，咱们把最后一个螺旋按掌的这个东西给大家讲完，然后大家再跟着老师去讲这个基本功的当走后弧，好不好？你看，同学们，咱们泰拳当中好多地方都跟大家去讲。都跟大家去讲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当我们螺旋把左脚收过来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双手在6风4臂在相合的过程当中，已经到两胸前方中线位置了，对不对？所以腰右转，踮脚放松，自然下落。那老师来问大家啊，看好，哎呦，谢谢咱3838姐姐啊！你看，咱腰向右转的过程当中，咱们把2手放松，看走，放松。所以咱们6风4臂的这个按掌，实际上是不是也跟咱们螺旋收左部的这个过程没断劲儿，直接将腰向右转的这个螺旋的过程，慢慢的将右手放松向前推出。所以这个地方的同学们听好啊，老师刚才给大家讲了定式跟转关之间的区别。对，定式是外形拳架的标准和工整，转关是进路的螺旋和变化。那大家不都知道，我说老师，那你这样讲的跟我学的不一样。我老师告诉我，6风4臂是对称啊，含胸拔背，后背打开，找到掌根和后背的对拉劲儿。那咋到你这儿成螺旋按掌发力了？同学们记住，两者之间不矛盾。老师说的螺旋按掌是2手随身法转腰的过程当中，对，不断劲儿，随着腰一转，慢慢把2手放松向外推出。你老师教你的是2手按掌外蓬之后，身上的这个结构不能把蓬劲儿丢掉，按到位了，含胸拔背，沉肩坠肘，形成了6风4臂的按掌。大家仔细一想，是不是这回事儿？是了，给老师打上一个是。所以不需要我们同学们去想说，老师啊，那我转腰按掌的过程当中，腰一转，2手往外一按，对，
老师讲的是前面，咱师傅给咱说的是后面，所以定式是结构的调整，转关是过程的一个强调。所以老师直播间最爱讲的是啥？最爱讲给你转关。为啥？因为转关是大家咱们在直播间当中最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儿，因为大家现在都去注重结果了，都不去注重转关，所以说老师在直播间里要杀出一条血路，我就跟你说转关，转关转对了，最后的定式你一定是对的。所以同学们，最后一个螺旋按掌，大家记清楚了没有？清楚了打上2个字，清楚，精彩，点赞啊！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点赞啊！所以同学们，6风4臂最后螺旋根部下按，你的身体的右转带动2手向外膨出，同时最后同学们看啊，右转的过程当中注意看老师的右定啊，右定。身法向右转，它并不是单独的向右去合胯，谢谢我的乐乐送的爱啊，而是靠你的什么？靠你的这个右胯在相合的过程当中，来，同学摸着你的右边屁股啊，你越是向右合胯，你的右半边的屁股是不是拉的越长？来，试着给老师打上一个示，来摸摸啊。最后的这个对称外蓬的蓬怎么才能做好？你记住，同学们，咱师傅不是老说嘛，向后坐胯，含胸拔背对称。你这个坐胯的坐是怎么做的？看啊，同学们啊，右胯越合的越多，你的右半边的屁股是不是拉得越窄？右半边屁股拉得越窄，那你这边拉伸感是不是越强？那你坐的不就越深嘛？这个筋骨的力量不就越饱满嘛？所以同学们记住了。2手的螺旋向右下沉的按掌，是通过你右胯的相合，螺旋下沉，让你的臀胯坐在这儿，2手按到右膝上方2侧，来形成6风4臂的对称外蓬。所以从左边来看，身法2手相合，螺旋右转松右胯，臀部后坐，对拉拔长，形成了含胸拔背，臀胯对拉。周身相合的一个整体，劲儿不就饱满了吗？所以这是老师给大家教的最后一个知识点。来，清晰的打上2个字，清晰。咱们直播间就爱教点这种，就是大家转关时候忽略的地方，让大家把这个拳的劲儿啊、路啊都给弄好，好不好？来，同学们还差4000，给老师点到10万，好不好？不差这4000赞了，不差这4000赞了。看到右胯了没有？按掌下沉，这个时候身。右胸，咱们不是说嘛，脚下最有根儿的时候是啥时候？胸与胯螺旋相，看老师中线了没有？基本上和咱的右胯对到一起了。这个时候，右腿是不是实腿？上身是不是实心儿？按掌是不是平稳？来看老师身体，来走，稍微远一点，走。腿稳不稳？来，稳了，给老师打上一个稳。咱们直播间有的同学练6风4臂有个啥毛病？一推这儿，重心爱往左腿走，你走左腿干啥呀？左腿是个虚部，虚部是不吃重心的呀。所以同学们，越往下合，你会发现屁股稳了，胸也稳了，腰也稳了，胯也稳了，都稳了之后，你就不会出现这种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知道了吧？好，那么助理来啊，那咱们接下来跟大家去讲太极拳的攻防含义和劲儿。都在转关里面，而不在定式里面。你看，同学们，老师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很多老师在讲攻防含义的时候，哎，听好啊，我先来一个免责声明啊，求回放。好的，接下来老师跟大家讲的内容啊，先是一个免责声明。什么叫免责声明？首先，第一，老师通过在直播间讲攻防含义的方式，是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个动作的进路和进力，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在练拳的过程当中调动自己的腰和小腹丹田的应用，提高大家对太极拳的理解和太极拳的养生效果，并不是让大家去打架斗殴，也不是为了让大家去擂台实战，也并不是让大家去跟别人显摆，而是让你自己心里明白。这是老师的免责声明啊，如若有不同的看法，那都是你含义啊，攻防含义。先举例子，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看到了野马分鬃，你会发现所有老师在讲野马分鬃练劲儿的时候，都是在哪个过程？都是把人夹到自己的腿前面，然后转腰，当去练劲儿，把这个人练飞或者练倒，对不对？而并不是把野马分鬃的定式摆到这儿，那个人会倒，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形成了这个劲儿，叫做野马分鬃。那同理，转关的过程里才是劲力的关键点。知道吧？定式它只是你的拳架好看不好看，明白不？好，那接下来来，助理老师，那咱们的这个6风4臂呢，它是到底是干了一件什么事儿？首先，第一，
这是一个转身的六风四臂，它强调的是我们腰胯的灵活性和转腰的一个力。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同学们看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动作当做是一个大捋。为什么叫大捋？同学们看啊，比如说咱们人与人之间近身近的很多，咱们想要去履带的过程里面，你发现你是一个背脚的情况，你转不过去，你想把人往这边捋不了，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坐胯摆脚，把人先带着往下去走。往下，哎，你怎么这么快？别还没开始了啊！往下去走。如果他正好这个时候撑住这个劲儿了，我们为什么要上步？右膝是干啥的？一定要转腰，蹦。哎呦，对不起，没事 ，I'm sorry。没事啊，看到没，同学们？你想捋过来，捋不动怎么办？坐胯摆脚，一拉它撑住了。为什么要上步？膝关节螺旋体系腰的劲儿在这儿，看到了没有？到这个位置，倒。哦，谢谢咱的波波老师啊！所以大家明白了没有？上步转腰的过程当中，坐胯摆脚是为了能够给你的右侧的腰向左转提膝的时候有更大的力。所以这边为什么要大家定一下？为什么要定？因为转腰螺旋提膝对拉在开步，右膝跟腰的左转，它形成了一个整劲儿。捋不过来，行啊，你不来，波波老师，就是说，哎，咱们要捋，你不过来，行啊，可以不过来，那我就强迫着你过来。走，看到了没有？上步顶膝，你的膝关节对的不是对方的膝盖，是对的对方的大腿内侧，走，棒就顶上去了。所以是一个这样的过程。那么我们在练功的不是冲击力，同学们，你现在拿出你的手啊，给我顶出你的大拇指，压实它，照你大腿内侧给我捅一下。你不软，我算你有劲儿，我算你腿能扛。膝关节对大腿内侧，就是我们的肝宝宝这个经的位置。嘣！一膝盖一上去，腿当时就软了，哪还来的力啊？多大的大力士顶一下他都受不了。所以同学们，通过转腰的腰上的力，带动齐膝的力量，好开步，形成了想要做大捋，但是你是背身的过程当中怎么去捋？背身不怕，靠转腰，当顶上去开步，你的捋劲儿就完成了。所以同学们，那这个时候老师给大家讲的细节点在哪？转腰螺旋，没有腰，你光靠蹬右膝，不仅仅会破坏你膝关节的稳定性，还会让大家根本就没有右膝的攻防含义，没有这个大捋的攻防含义。所以要想有攻防含义，要想有螺旋，必须要以腰为轴，腰转顶膝对拉开步，形成劲力的整体。来，记住，这是咱们第一个劲力。那第二个劲力为什么要去先走后弧再走螺旋？答案就非常简单了，同学们看啊，来，咱们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过六风四臂的攻防含义吗？后边其实都是一样的。为啥？咱们捋到人之后，你想把人往身上去背，你得先让他顺着咱的劲儿走啊。你到这儿了，你光往这儿拉，来对抗。你光往这儿拉，你拉不动的，所以怎么办？这个后弧是为了干啥？后弧的过程当中，重心右移，身体是不是微向左转？人的肩膀会被你扛起来，明白了吧？先往后，再往里合，这就是当走后弧的一个应用。先把人给合到你的肩膀上，再去转腰合手，你的左肩是不是就成为了一个杠杆？所以有了杠杆之后，人走直线不行，那我就走弧线嘛，扛到上面我再根部嘛，人不就被咱翘起来了？好，多谢波波老师啊，辛苦。那知道后弧的理由了吧？所以同学们，你想一想，你要想练好拳，没有当走后弧行不行？是不是不行？好，同学们啊，接下来老师来给大家说一个最重磅的消息啊！你要想练好后弧，除了有当胯的后弧螺旋，还有什么？还得有什么？来，打在公屏上，还得有啥？哎呀，什么地平写好？不，来，助理上小风车。哎，主打的风四臂变单边。刚才老师教大家了几个基本功，对不对？一个是以身为轴，腰胯螺旋，然后一个是提膝螺旋开步，放松下沉，保持我们的重心稳定的情况下，让我们开步落脚。没声音了？有啊，喂，
有声音啊，同学们有声音啊，有吧？啊，有。来，同学们，那么我们接下来将我们的可以，我太喜欢打太极操的同学们了，就来，凡是练操的同学们都来啊，都来，好不好？来，六风四臂变单边，看老师的身体啊。首先，我们刚才跟大家去讲了，所有的动作都以螺旋作为底基。来，单边的第一个知识点，两手下按，按于右膝上方，这个时候重心全在右腿，对不对？所以身向左转，身向右转，左脚的脚尖是可以跟着腰的转动来去转脚尖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大家记住就行了，不害怕转脚尖的时候拧住膝盖，不会，这是虚脚。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点。好，同学们，第一，我们在做单边时候一定要避免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抛头、撂手，要把这两个问题给它去掉。为什么？来看老师的动作细节啊。第一，六风四臂转化单边，核心点在中线的旋转。第一步，松合右胯，大家观察老师的肩膀啊，右胯一松以后，你的身体是以中线的右转，带动左手向前，带动右手向后，两手的螺旋是根据你的中线的前后左右变化而产生的对拉，可千万不要往上抛手。那你说老师，那为啥有我的师傅说两手要往上托呀？看好老师啊，怎么又回到单边？六风四臂单边嘛，这不是重复的动作嘛？你会发现乐乐越学越好学。那这里老师来跟大家讲，两手的上托，来看老师的身体啊。来打上4个字儿，咱们今天的单边第一个知识点叫做逢转必沉。来打在公屏上，逢转必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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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来，同学们打在公屏，对，4个大字，逢转必沉。为什么这么说呢？同学们看啊，很多同学认为说老师逢转必沉是整个身体同时往下做，这我们格局就小了。为啥呢？同学们，逢转必沉必须要配上4个大字儿，叫做以身带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能让螺旋带动手自己往上或者自己往下，而是让我们身体有什么感觉？看到同学们啊，来，腰向右转，松右胯，身体螺旋下沉的同时，咱们的手有这种感觉，看到同学们。能看出来啥感觉吧？就是手在你的身体的右侧，它并没有主动的往上拖和主动的往下降，而是身往下走，把这个力给你拖上去了。看到了没有？就像咱们常说的这个神龟戏水一样，就是这个感觉。对，手的高度没变，手的高度没变，而是身法产生了一个螺旋的下沉，就让你感觉到，哎呦，老师手往上抛了，老师手没动，身体往下沉。从你的视觉角度来看，好像是手往上捧，实际上是身在往下落。为什么这样？来，同学们，第一个劲儿，第一个动作戏，来，助理老师过来，别换鞋啊，回来，快啊！所以同学们，对，身往下沉手的，大家去想一想，为什么说身往下沉手的高度不变？其实可简单了。如果说咱们拿住一根手腕，你端住他的肘了，端住他的手了，来，助理，你沉肘，把肘，你往上拿手去拖，哎，你屎弄出来都拖不上去。但是同学们，他如果往下沉肘，这个时候咱们手的高度不变，看到了没有，同学们？你通过手，谢谢助理啊，你通过手的高度不变来将身法往下沉，那你这往下沉的一下，往上拖的力就从手上变到了哪里？就从手上拖的力变到了哪里？哎，很好，同学们啊，就从手上的力变到了腿上，就成为什么了？就成我们的力从地起，蹬地螺旋向上起身，所以才能通过脚下的劲儿，咋会到膝盖上呢？
腿啊腿，所以才能通过腿上的力把人往上周起来。这就是咱们说的力的转化，用你的大腿的4两劲儿来去搏他的前襟手上劲儿，是不是？胳膊拗不过大腿嘛。所以第一个动作大家注意看啊，身往下沉，手的高度不变，让你认为它是螺旋上捧。好，第二，腰向左转，右手勾手提腕儿不，同学们不要说他模仿，让他模仿，只要他能把人教好，他把我的东西都学走都行啊，都学走都行，好不好？本身他们就用语言表达不出来，他现在能通过我的语言、我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也很开心。不管怎么着，传下去了啊，传下去了，有人终于愿意把这个东西掏出来了，好，非常好啊！来，同学们继续啊，来走，身往下，手往上托掌。好看老师啊，身往上螺旋起身的过程当中，看老师的右手，它并不是手往下掉，往上再提。同学们，它是一个直接以右手手腕类似于冲腕的动作。看到同学们，这样的力是最直接、最了当。大家想想，那个鞭子抽出来的时候，不是弧线最大的时候力最大，而是什么？而是在鞭子尾部弧线最小的时候力最大，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考虑说，老师我的手由下往上，你撩越多，反而你手上越容易僵，反而手臂上越容易没劲儿。但是我们如果直接将你的螺旋的劲儿很通透的顶肘、大弹腕，这个力是不是就成鞭梢的力了？看啊，同学们，你这样走，相当于说没有了什么？相当于说肘的力量完全没有了。但是如果我们在转腰的过程当中，看到同学们，不转腰直接领，证明肘上的力直接丢空，不要了。转腰的时候，肘的力就有了，手的力也有了，所以两个力没有出现什么？没有出现节节贯穿丢失的情况，是不是？所以啊，身向右转，好，第一个劲儿。棒，肘能出去，右手勾手沿左手小臂内侧棒弹出去，两个力都有了，所以身上的劲儿是不是就非常的脆，对吧？那这第二个动作的细节，大家通过螺旋腰向右转，两手上捧是身法下沉所达到的第一个知识点。第二个知识点，身向左转，以右肩催动右肘顶肘提腕，形成了螺旋领腕上升的动作。这个时候身向左转，螺旋对拉打开，对不对？同学们，来，这两个知识点记住了，给老师打上2个字，记住，清晰的打上2个字，清晰。所以这个时候你打拳，两个力都很轻。来，助理老师过来走。啊，一会儿一个电话，哥哥姐姐们，你能不能等我下播了你再打？你这会儿我想揍我的助理，那讲话的，你一会儿一个电话，你都不给我机会揍他。等会儿打啊，让我揍完他你再打。所以同学们。那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上托啊，两手的上捧不需要去抬手，而是靠身法的下沉，直接把它端到这儿，端到这儿之后再去拧。这个时候身体，同学们看啊，走第一个拧，右手变勾手，走，棒，这个地方就上去了啊。第二个再去打这个脖颈，所以谢谢。所以在这个单边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什么送肘、送手腕的一个过程，像一个小鞭子，对不对？这样就没有了，全都丢空了啊！好，这是第二个细节。来，第三个细节，在练拳的过程当中，身向左转，两手对拉，螺旋打开之后，那老师来问大家啊，怎么提膝？来，扣在公屏上，让我看看记住了吗？怎么提膝？对，螺旋提膝啊！所以同学们，你看啊，咱们身法往左一转，那左胯右胯都打开了。现在你不提也不行啊，所以螺旋提左膝。但是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位置啊，同学们，我们的右手勾手，它定到这儿之后，刚才老师给大家展现的那个啥东西叫做什么？神龟出水啊，神龟戏水。这个时候你右手的勾手就成霹雳舞了。看到没有啊？对，你右手的勾手就成霹雳舞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勾手上提，身法右转，领膝相合，右手定住不动。好，螺旋下沉，跟着身法一块动，来走，左移重心，右手勾手不动，左转腰，勾手不动。
右移重心，好，螺旋向上穿掌，勾手不动。来，左移重心，翻掌外蓬打开，右手勾手还不动，为什么不动？来，同学们听好啊，单边这里呢需要有3个动作细节和精力。第一个，当我们螺旋开步的时候，这个位置有一个相合，但是很多同学呢，老师来给大家说，动作细节在这儿就出现错误了。为什么？因为很多同学还这样，你的身子不动，哎，夹你的胳膊，夹你的腿，你夹它干啥呀？它这个力是腰去转。来，朱莉老师，勾手是干啥的？勾手大家都觉得说，老师，我师傅说是拿手腕的呀，或者说拿胳膊拿关节的呀。勾手有很多用法。什么叫勾？同学们，把什么东西勾过来，勾过来，拿是勾提的动作，提腕也是击打的动作。既然有了勾这个道理，那我能不能勾脖子？我能不能勾肩膀？只要是勾，我只要转腰，这里是不是都是力？所以同学们记住一个点，谢谢助理啊。所以记住一个点，只要你但凡是勾的，右手不动，勾手和你的身体是不是形成了一个螺旋相合？是不是在转动？但如果你一转，哎，右手跟身体的合劲是不是就消失了？所以大家记住，不要去夹自己的胸和背，螺旋提膝相合，顶裆扣肘相合提膝，好，下沉开步。这里大家清晰的打上2个字，清晰。所以整个过程里面需不需要大家去夹自己的胳膊？都是螺旋转出来的。胳膊之所以没动，就是为了给你的中线有一个螺旋的过程。哎，相合开步 OK 了啊。那走，咱们继续往下走啊。你看，有了螺旋相合之后，好，下沉开步。那这个时候同学们你看啊，那这开始啥了？左移重心，转腰对拉。为什么要对拉？来，朱莉老师你不要老跑，不要老跑啊！来，同学这边啊，这边那对拉是为了干啥？勾嘛，勾手嘛，勾住手以后，手腕往里一扣，勾得更死，勾得更饱满。扣住之后，开步，转腰顶肘，转腰顶裆。同学们，1、2，这不都是单边里面这些动作吗？然后老师，这个好多人问我，老师这个零手腕是干啥了？你都拿住手了，这手都在下头了，你顶肘都知道干啥，那零手不知道干啥，都是往下3路去啊。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比较高级一点的，来，朱莉老师啊，你把手按到我的胯这儿。有一种比较高级的抓住啊，有一种比较高级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叫做以缠绕破抓握。来，抓住啊！怎么破？就是手臂和肩膀领腕的过程当中走，以这样的方式去领开它。这是一种比较，他没有装啊，他真没有装啊。你这个手肘是压到他腕关节这个位置了。往这一坐，压他的手，你装的演的有点过了啊！啊，朋友们啊，这个手肘是压哪个位置？压他的手腕，然后靠转腰，当给手腕来一下，然后让他顺着他那个重心往后去倒，知道了吧？所以在懒扎一的过程，什么懒扎一？在单边的过程里面，移动重心，右手做擒拿抓踩，左肩左肘，当进手做撩裆或者顶肋的动作，最后穿掌的动作还是一样，同学们，穿掌摆掌的动作就相当于右手拿住腕，左手进过身，好做什么？做趔劲儿，人就往后倒了，对不对？所以整个过程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的核心是啥？同学们，波波老师那拿捏的可是太好了啊！给我整的我都说这么像。好，那看老师啊，走，1腰转，对，我没开枪，枪还没响他就倒了。2，看到啊，同学们，2肘腕，动作做的清晰一点。好，3螺旋提膝，下沉螺旋开步。好，注意看，同学们，右手勾手不动啊，左移重心，松胯转腰顶左肘，右移重心，螺旋穿掌向上合，进肩，进肘，
进手，回正下沉定势。同学们，单边清晰了，给老师打上两个字：清晰。都没见过这么清晰的单边，所以大家你把这个劲儿和攻防含义都了解了之后，你的动作上就不会出现什么，就不会出现吃动作的情况。还是那句话啊，同学们，跟大家讲攻防含义，不让大家去有任何的去进攻别人的想法，或者说跟别人打架的想法，也不是让大家上擂台的想法，都是为了让大家知道练功的过程里面能把咱们的太极拳把劲儿练好，把东西都练对，眼睛会了就行，眼睛跟脑子会了就行，身上会不会得看练。知道同学们，一会儿老师会再给大家讲一个知识点，叫做当走后弧。来，同学们，你光有劲儿，光有身法，还得有一个字儿啊，不是，还得有一个事儿，叫做啥？4个大字儿打在公屏上。哎，对了，地平写好。来，当走后弧啊，当走后弧。等学完一路再买，给我拉黑，给我拉黑。什么叫学完老家一路再买？学完一路你会打了，你都不买了，你都不来我直播间了，不中，先买再教。抠门不行啊，不许啊，不许！那学完老家一路，你学完一路再买，不中啊！学完不敢，直播间不能器械是不能卖的啊！感谢我的嘉豪门窗，以后家里订门窗一定去嘉豪门窗订，好不好？好，广告费替你打完了，广告费付一下啊！来，同学们，接下来爱你哦！接下来跟着老师马上给大家上啊！现在不行，过2天。我们要符合3要素，哪3要素？第一要素，膝盖对脚尖儿；第二要素，后坐下沉，重心在脚跟；第3要素，两胯与地面上下平行的移动。3要素，同学们记清楚啊！3要素，这必须质量好啊！老师严选，鞋的质量都嘎嘎好啊！老师严选啊！同学们来看第一，对啊。2号练走后弧要符合3要素，第一要素膝盖对脚尖儿，大家记住，你说对脚尖对在哪个位置？膝关节要对在脚的第2、第3脚趾的方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必须要保证自己要屈膝后坐，重心要放在你的脚后跟上，膝关节从下直接走，对应的是你的脚踝，咱们是坐在板凳上的。第3要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腰胯和地面上下平行移动。这个时候，同学们，3要素都满足了。你看我们的重心啊，为什么叫它当走后弧？咋不叫它当走直线呢？咱们做到这儿之后，咱们移动重心的方式，往左移重心，左膝对应左脚；往右移动重心，右膝对应右脚。大家来看老师的身体侧面，你会发现咱的身体并不是在左右平移走直线，而是通过咱们的臀胯后坐和膝照脚尖儿，通过重心的移动来形成了一个弧线。看到了没有，同学们？这个时候你的屁股是不是在后面？那后面的弧线，你的会阴就是咱们的当在身后走弧线，是不是就叫做当走后弧？那这个当走后弧呢？大家说老师，那我知道了，当走后就是重心移动，浅了，格局浅了。为啥这么说？因为当走后弧的重心移动，它不仅仅是一个下盘运动的特点，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与脚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身上有了一个新的运动，叫做螺旋运动。什么螺旋运动？大螺旋运动。我们屁股往这一坐，两手一捧，来，同学看老师啊，往左移重心，我的腰是没有动的，我的胯是没有动的，我只是动了重心。往右移重心，往左移重心，好，来右移，左移，左移，右移，我在围着身前的这个杆子在做什么？环绕运动。所以在重心转换的过程里面，咱们好像在围绕着一个身前看不到摸不着的柱子一样，往右移重心，身体微朝左转，在盘这个柱子；往左移动重心，身体会微向右转，往右盘这个柱子。所以你的身体在始终在做一个什么公转，就像地球一直围着太阳转一样。这就是当走后弧的外形和身体的变化原理。那你说老师，那公转在手上有啥用啊？大螺旋，重心转换，
最清晰的一个过程叫做颈肩。腰没转啊，老师腰没转啊，看到没有？颈肩，因为肩与胯合，重心左移，肩胯同时向左，这叫颈肩。你有了重心到位，才能有什么转腰、进肘、进手。包括刚才有同学说，老师能不能把老家一路捧捋脊这些东西都说说？你看，捧先进肩，再进肘，再进手；捋先进肩，再进肘，再进手；挤进肩，进肘，进手；按进肩，进肘，进手。全都要符合先有重心转换，肩与胯有行进的过程了，身子进过去了，再有螺旋，才叫做当走后呼。明白打明白？都听懵了？都讲的这么精华，都听懵了，哥哥姐妹，懵了么？那不搭理我了，又不搭理我了，好深。姐姐呀，那别的老师一个当走后呼能给你指定有一个要素没做到，哪个要素？第一要素膝盖对脚尖，大家记住，打上2个字，记住。第二要素臀部后坐，大家记住，记住。第三要素两胯与地面在重心移动的过程当中和地面平行，大家记住了，打上一个记住。这3个记住，大家都能记住，对不对？好，那你膝盖疼的同学，你一定在骗我。为什么骗我？只要你菠萝盖不舒服，你一定没坐这儿。你坐这儿了，看好同学们，你坐到这儿，你怎么移动，你菠萝盖都不疼。但是你不坐到这儿，你菠萝盖肯定疼。看到没有？发现区别了没有？坐到这儿才有大腿的吃力，不做到这儿，膝盖才会顶着难受。第3咋平行？保持立身中正，左移重心，右移重心，屁股是胯端平，就跟地面产生平行了啊！记住打，记住。所以同学们知道为啥膝盖疼了吧？没做到这儿，做到这儿，你说老师，那我做不到这儿咋办？刚才老师给大家说了，靠墙静蹲，蹲到那儿啊，蹲到那儿，好不好？用到套路里就忘了，那就一个字儿练啊。如果大家说老师我做不到这儿，靠墙静蹲，记住了没有？靠墙静蹲啊。好了，同学们，我也没啥劲儿了，咱要不